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啊。今天这期视频的场景非常的不一样啊，是在这个酒店录制的。因为我这段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一直没有机会回到工作室啊，跟大家先说一句抱歉啊，没有那么精致的这个场景了。今天这期开箱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苹果呢，应该说是秋季第一场发布会的所有新品啊，当然是没有 Air 了，那个到10月份才开售。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在首批购买的话呢，都已经到了，然后我也是收到了啊，你看有多少？这次呢，就是把所有的新品全部给大家做一个开箱，然后这期视频呢，主要要跟大家聊的就是iPad， 还有就是 Apple Watch 这个线的产品越来越多，很多人呢就挑的眼花了啊，不知道自己该适合哪一个，也有很多私信问我们。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聊一聊Apple Watch， 还有就是 iPad 纷繁复杂的这个品类啊，你到底适合哪一个 ？OK， 不关真题，小白测评。苹果秋季发布会的第一场新品开箱马上开始。OK， 先提前说明啊，这就是一期开箱视频，然后后续的一些体验和测评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的。首先呢，咱们先来看这个 iPad 这边啊，这个我现在手里的这个就是128G， 然后无线局域网版的 iPad 这个第8代，然后 iPad 这个产品呢，它已经有4个线了啊，就是 iPad mini， 然后 iPad 这个正代的这个序号迭代，就比如说7代、8代，当然它叫这个 iPad 2019和2020啊，但是俗称就是 iPad 8，它直接给你一个括号8th， 就是第8代。然后还有就是 iPad Air， 然后还有就是 iPad Pro， 这个很多人呢都比较这个纠结啊，就是我到底是该买 Air 还是该买上一代的这个 Pro， 然后还有就是我买 Mini 还是该买 iPad 8，这是很多人都在纠结的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选择 iPad mini 还是要选择 iPad 第8代，我个人的选择呢就是肯定是第8代咯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吧，因为iPad mini 呢，相对来说它更加适合一些便携的场景。虽然说它处理器也很强，然后全贴合的屏幕，但是它尺寸上确实小了一些。顶级的旗舰手机都已经6.78寸了，这个你拿一个7寸的一个 Pad， 然后边框相对来说也要更宽一些啊。我个人觉得稍显老气了一点。当然，就是如果你就是强调便携的话，那其实 iPad mini 还是比较强的一个游戏机，是吧？这个第8代的话，我觉得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OK。我就不给大家设置了啊，因为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夜里了2点了，我呢主要是就把问题给大家回答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纠结的就是第8代，它是一个非全贴合的屏幕，那么它的实际体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当时在苹果总部的首发体验中呢，我们也给大家聊过了，这个就是你在点按的时候啊，可能确实有一点不爽，你会感觉你这个手呢离你这个点的东西呢有一点点距离感，但是它的实际观感上也是 Liquid 这个视网膜的屏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整体的外观 ID 设计方面呢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如果要是你光看 ID 的话呢，你感觉你没有再换一台 iPad， 但是它比较适合的就是我之前没有过 iPad 这个产品，我现在想体验一下苹果的生态，想体验 iPad 了，那么我的第一台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 A12 的处理器，然后各方面的综合表现，尤其是在性价比方面，这个2000多块钱，如果要是有一些什么补贴优惠，甚至2000以内都有可能啊。配件方面呢，就是说明书，然后充电器，然后这次的这个充电器呢，也是升到了这个20瓦，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非常非常不容易的20瓦。然后就是 Type C 转上 Lightning 的一个数据线，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数字带的这个更新，所以说并没有上这个 Type C 的接口。Air 4呢是上 Type C 的这个接口了。然后我也拿到了它的2款键盘，一个是 Smart Keyboard， 还有一个就是Smart Cover， 它是一个墨绿色的，在视频里面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它直接粘上。然后这个键盘呢，它的好处就是非常的轻薄，就是而且保护你的屏幕。当然有些缺点，就是后面呢你要再贴一个膜才能保护你的这个 iPad。然后它的形式上呢有一个这种形式，就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这样的话边吃饭边看视频。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样立着，然后你可以放在桌子上然后看视频，就是2种角度。当然，如果要是你有轻度办公需求的话呢，其实它也可以胜任，毕竟是 A12 的这个处理器嘛。然后Smart Keyboard 的这个键盘，然后我给大家打开一下啊。Smart Keyboard 呢，它是带键盘的，所以说整个的这个价格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质感方面呢，确实也要
更好一些。这款键盘呢也是磁吸式的，啊，粘上了啊，这么长的呀，好像一个是吧诏书一样啊。OK， 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键盘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形态。这个键盘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合上之后并不是完全平的，你看它是有一个小坎儿的。第二个问题，如果要是 Air 4和 iPad 8相比的话呢，这个真的得看需求了。首先在性能方面肯定是 Air 4要更好的，而且扩展性也更强。但是呢，很多人啊，就是买前是吧？这个生产力买后爱奇艺，就是你可能想的很好，有很多愿景，但是最后呢用的并不多，所以说还是真的需要精准的判断一下自己的需求。我后面要说一句很重要的话，敲黑板划重点，不要说你就是我现在还没有那个需求呢，但是我买了这个产品之后，然后我就有这个需求了，千万不要这样想，一定是你之前有一个需求点，你有一个问题，那么它需要一款产品来解决，这个时候你再去买这款产品，听懂我这句话了吧？然后还有就是 Apple Pencil 了，在笔上呢，由于它并没有侧边的这个无线充电嘛，所以说它支持的是第一代的这支笔，但是如果你要是一个绘画的一个工作者来说呢，或者说有一些记笔记的这个需求上来说呢，这个一代的笔呢也完全能够胜任了。但是我还是想说，如果你要有笔的需求的话，我还是非常建议你购买 Air 4的，因为这个笔在非全贴合屏幕上书写起来，它确实不是那么爽啊！这个要提醒大家，因为全贴合的屏幕，你就真的感觉你这支笔尖啊，就是到这个屏幕上了，然后你写画画又更加的顺畅，也更加的自然一些。这个咱们实话实说，在 Apple Pencil 上呢，大部分都是一些专业需求，我建议是 Air 4。还有就是关于8代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刚刚开售了之后呢，很多小伙伴反馈给我们呢，说这个电池它并不是100%的这个健康程度。然后这个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调研啊，这个确实有很多小伙伴碰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呢，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这应该是一个显示上的 bug， 或者说是检测上的这个 bug。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解决办法，就是把它这个充满，然后再用完，然后再充满，就是充放满一次啊，这样的话就会显示100%了。当然，如果你不能解决的话呢，你就直接去苹果这边做官方检测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是新机开售嘛，就直接换机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软件上的一个小 bug， 大家并不需要太担心啊。第二个部分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Watch 的手表了啊。这次呢是有2款，然后呢它这个 logo 啊有一个黑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all in 的一个设计，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啊，你说这个是 SE 还是这个是 SE 啊？现在呢告诉大家，就是黑色的这个是 SE， 压印的这个设计确实更高级一些，这个是 Series 6，然后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表带，非常多啊。这款 Series 6呢，它是在买之前啊，你要选择一下它的这个表带的这个型号了。这个线下门店的话呢，就会更方便一些。如果你要是在线上购买的话呢，这个你需要打印一下它的那个纸。然后男生的话呢，应该是在6、7、8这3个型号吧，反正我是7啊，这个大小应该还是差不多的。大家看这包装啊，非常漂亮。然后这样打开。它里边呢是分开包装的，这个就是这次包装上的一个改变。因为之前那个表带呢，因为它是卡扣的嘛，就直接放了一个盒子。这次呢，它就要放2个，因为这样在包装的时候，它就单独可以做这个号码的这个包装。这个就是新发布的那个蓝色的表带，我这是那个比较传统的，就不是直接套上去的那种。这个手表也是这次这个新的颜色，你看它在上面，然后放了一个小袋儿装起来。OK， 现在就组装完毕了。这种磨砂质感的这个外壳呢，才有这次的这个蓝色的版本。而且呢，它那个新发布的编织的那个藏蓝色的，如果配一套，确实是非常漂亮。然后表冠上这个红色跟这个蓝色呢，也算是比较契合。这次还有就是那个大红色的那个版本，如果你是比较潮、比较骚气的话，可以选择那个。OK， 再来看一下这个 SE， 价格方面还是非常敏感的啊，这个2000元出头，然后你就可以拿到这只有 S5 芯片的这个手表，而且几乎和上一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看它里边也是2个啊，2个包装的，然后这个呢是那个尼龙表带的那个版本啊，
OK， 这个表呢，作为男生来说，我戴着就稍微有一点点局促了。但是，这个44毫米呢，我给大家戴一下啊。OK， 这就是40毫米和44毫米这个大小，然后还有就是效果，你可以感受一下啊。然后这个40毫米呢是这个灰色的这个版本，然后这个是蓝色的版本，这个大号的。关于这个表的选择上呢，因为这次这个 Apple Watch 呢，它发布了 SE 之后，已经变成了3条线，一个是 Series 3，那个是作为它最入门的款，然后就是 SE 作为它的中间款，然后还有就是 Series 6了，这个就是它的旗舰款。我个人的推荐上呢，肯定是 SE 了，因为它的性价比啊，还有就是体验上呢，其实都 OK。然后 Series 6的话呢，这次有血氧，然后还有一个高度记忆，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打鼾的那个监控，然后这个还是在健康方面做得很好的。Series 6呢，可以说是在可穿戴设备里边，在健康方面做的最好的，这个你说这句话应该也是 OK 的。在健康的功能上呢，这期视频我就不详细的为大家展开了。后面呢，我们计划了一期专题的视频，把心率、血氧和心电，就是可穿戴设备可以监控的一些数据，它意味着什么？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它对你的健康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影响？我们会为大家专门出一期视频，让你看到这些名词之后，一下就能意识到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现在很多人老听什么心电、血氧，然后心率，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会后面专门出一期视频，本期就是一个简单开箱啊，再跟大家说一下。OK， 后面就是这次一个在表带方面比较大的改变，这个直接扣上的这么一个表带啊，就是它没有任何卡扣，非常的软，看一下。对比一下啊，这原来的这个又厚又硬啊，就是老的这种橡胶带，但是这个特别的软。它肯定要保持一些弹性，这样的话呢，你在佩戴它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拉扯感。一开始我在戴它的时候还有点小心，都是怕把这个扣给拉坏了，但其实你可以非常大胆放心的直接往上扣，然后就可以了。不知道后边如果要是吃胖了会不会是吧？就特别紧了。反正现在7号的话是正好的，戴着最舒服的。这个一定要去量一下，一定要去量一下，然后把它往下摘的时候就直接这样。就像你戴镯子一样，然后也不用担心，就直接使劲拉，其实是非常安全的，这个没有问题啊。然后我这里还有2个表带，一个是44毫米的这个绿色的粘扣的这个，然后还有就是和耐克一起出的这种上面全是网眼的这个。不过这个表带我说实话，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有点密集恐惧症的那种感觉啊。这个但是它排汗是特别好的，这个上面全是孔嘛，这个是运动的话还是挺有必要的。OK， 一大堆东西扔了一地，你只不过是看不见啊。这期视频呢，我们主要呢想跟大家回答2个问题。然后第一个呢就是iPad 的话，你更适合哪一个？然后哪个比较推荐？然后就是 Watch 这边呢，手表这边更适合哪一个？然后哪个比较推荐？视频聊的比较多，然后可能收音环境啊，或者说拍摄的环境也并不是太好，然后再跟大家说句抱歉。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很多有意思的片子更新的啊，记得关注频道，记得3连。OK，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数据库、商城全在里面。不关注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这表在这儿啊，现在看一下时间，已经是夜里的3点半了，拜拜。